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说一说美国参议院推出的两党议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对未来中美关系深层次的影响，好好的分析分析。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的参议员梅勒德斯4月8号推出了加强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名字叫做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并且呢宣布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而且计划在未来的几天内提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进行审议。值得提出的是这份议案是难得的美国政客能提出来的时间跨度很长的一个议案了，是未来几十年美国如何与中国竞争的宏观建议而且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议案的提起人呢，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梅勒德斯和共和党的参议员李施，这是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第一次共同推出的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重要议案。据说呢还得到了两党议员的支持那通过应该是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呗。参众两院呢走一个过场，就等着拜登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了。所以呢这两天很多人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基本上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另外呢，这份议案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包括在国家还有国际力量的所有方面所有方面呢，你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了吧，就知道今后美国对中国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意义上呢，还真是第一次。议案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我们就不再重复一遍了咱们捡重要的说说。这份议案成为法律之后对中美关系之间的影响。首先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反对围堵中国已经成了美国的任务了，这是美国自己扛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没有谁逼他而且呢美国还很乐意扛，国内不管是哪一个阵营吧，对此都没有反对意见所以至少在20年的时间里边吧，中美关系是回不去了。未来呢说是竞争，但实质上是泾渭分明的一种对抗这种形态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种对抗肯定是有别于冷战时期的全面对抗它的区别在于呢，在意识形态方面中美之间是全面的对抗，尖端科技领域呢你争我夺各不相让，金融方面呢还是会有融合的，但是摩擦不断。但是涉及到普通民众的普通商品贸易服务以及人员的往来，应该影响不会太大这是一种全新的对抗，毕竟呢时代在变化。至于说未来对抗越来越剧烈，会导致摩擦走火，甚至呢必有一战的说法，不是说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这种可能真的不大。议案当中呢，关于经济和科技文化方面今天就不说了无非呢也就是特朗普时代的翻版，即使未来会更严重一点，也是特朗普的翻版，都是见识过的，以前是如何应对的，今后呢还是那样，会有点不同，但是呢区别不大。今天呢咱们着重说一说军事和地缘政治的方面也就是刚才说的可能性不大的那种。议案中说了说必须强化美国应对中国威胁的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决心支持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友及伙伴，要求呢美国重新确立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里边的领导地位重新确立领导地位呢，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以前的川大统领确实玩的有点虚脱了。单独点出印太地区，可见印太地区呢是重中之重有必要优先考虑为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目标所必须的军事投资，这是呼吁开支嘛。并且表示呢，国会必须确保联邦预算要同中国的竞争相匹配这是美国的军事开支更多的是要用于印太地区吧。另外呢，向该地区提供6.5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援助，这个就不说了，6亿多美元还分成4年，这都不够看的，太少了。
议案当中呢还提到了台湾问题啊，这也是很多人认为会擦枪走火的原因，这确实是相当危险的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再说，比较大。该法案还说，华盛顿必须鼓励盟国应对北京咄咄逼人和武断行为，采取更多行动，包括在军备控制方面进行合作。这就有意思了啊！我们重点说啊，台湾问题呢也放在这里说。要说这个世界上谁最希望中美两国干起来的，就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盟国有一个算一个啊，都希望中美两国之间能够干起来。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说韩国就不希望啊。美国还鼓励盟国采取更多的行动，这等于自己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啊！也不知道这个脑子是怎么想的。听不懂没关系啊，我来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体会一下美国的盟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比如说日本，我们拿日本来举例子啊，日本是最希望中美之间能干起来的。日本很聪明啊，我们看中日之间这些年的摩擦啊，如果说完全没有美国的因素，由日本单方面挑起来的，有几件呢？我们仔细琢磨琢磨，真的没有几件。大多数中日之间的摩擦呀，后边都站着美国的影子。日本可不傻呀，没有美国爹在后边站着，我主动跳出来招惹中国，我图什么呀？但是呢，如果美国爹在后边站着，日本是很乐意配合的。日本可不嫌事儿大，事儿越大越好，日本是巴不得中美能干起来的。有人可能要问啊，说中美干起来对日本有什么好处呢？日本本土说不定就得挨导弹呢。那有什么呀？挨就挨呗，又不是没挨过。但是无论中美之间谁胜出，日本都能得利。大家细品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如果说中国失败，那日本就是头号功臣呐！在美国面前说话就更管用，战利品也能够多分点。如果说美国失败，日本就真的成了独立国家了，干爹都被打跑了吗？我跟您讲啊，这可能是日本更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美国失败。有人可能要问啊，中国会不会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新爹呢？大概率不会啊。同在一个文化圈呢，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可比美国多得多了。更何况到那时日本一脸委屈，哎呀，这关我什么事儿啊，对不对？我也是受害者呀，都是美国传道的，我不听也不行啊。美国的力量啊，如果说退出了西太平洋，日本就成了一个正常国家了，受点损失算什么呀？大家细品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次日本公然介入到台海问题啊，就是这个道理。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啊，是绝对不会嫌事儿大的。再说英国啊，英国跟美国呢，要说血浓于水，但是英国不想中美互掐吗？也是想的。我跟您讲啊，英国不会忘了苏伊士运河是怎么丢的，肢解自己的殖民地，美国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难道英国自己心里没数吗？还有啊，法国、德国、印度，哪一个不想？他们要想起来，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美干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嘛。除此之外，绝无可能。这就是美国盟友们的真实想法。美国忘了一个事儿啊，那就是跟中国如果真的干起来了，无论输赢，美国想要保住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都不可能了。输了，那肯定就保不住了。赢了呢，美国的实力也是大大受损呐。你跟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干一架，自己想要毫发无损，你觉得可能吗？如果真的控制不住，中美干起来了，美国无论输赢都是输家，连今天的地位都保不住。美国还要鼓励盟友们对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盟友们呢还不嫌事儿大，你说有没有意思啊？是不是脑子进水，自己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啊？有人可能要说啊，
你个小粉红，净说美国了，怎么不说中国？其实我跟你讲啊，一样的。你看中俄之间关系还行啊，如果说中美干起来的，俄罗斯肯定会站在中国这边，但是俄罗斯也是巴不得中美能干起来的啊！我跟你讲一样的，我这么说您相信了吧？您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最后呢，咱们说一说吧啊，如果这个议案通过了啊，中国会怎么应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既然是对抗，那就是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啊，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啊，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不求你和我同一个阵营，少反对我点就行了啊。至于那些铁了心的，那也没有办法，就往死里打。但是往死里打呢，也不是目的啊，目的是想更好的分化对方的阵营，斗争肯定是免不了了。但是还是希望吧，不要有极端的事情发生，比如台湾发生的极端事件啊，能拖就拖。希望能再拖20年吧，20年之内如果没事，那也就不会有什么事了啊。20年，其实大局就已经定了，就中国挺不过去那就不说了，挺过去了，再遏制再对抗，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西方国家呢，包括美国也就接受现实了。不管怎么说呢，时间还是站在中国这边的。今天关于美国参院推出的2党议案呢，咱们就分析这么多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感谢朋友们的观看，下期节目再见。